什么意思啊？我约他看电影，他非要求我们4个人一块儿去看，这不明摆着把我拒绝了吗？你个死厨子，都怪你，瞎鼓励我，非说他只要答应我看电影，就是一个质的飞跃，往前跨了一大步，还说看电影是个很暧昧、很明显的举动。好，人家武倩倒是不暧昧，直接要求你们俩一块儿去看，这不直接就把我拒绝了吗？正因为邀请人家看电影是个很暧昧、很明显的举动，黑灯瞎火的，2人坐得离那么近，万一您忍不住了，再摸摸手、碰碰腿，人家才不可能那么爽快的答应嘛。你滚！老黄说的对，你也滚！还有，如果你表现出沮丧和失望，那才不对呢。女人不喜欢那种小心眼儿、没有胸怀、没有勇气的男人。我跟你说，老白，没准这是武倩在考验你。还考验？我都快被考糊了。那怎么办？一块儿去呗。要是不去，人家还真觉得我有什么歹心了。不能去啊，我们俩不能去。没错，绝对不能去。如果我们去了，显得你太不懂事儿了。吴老师，他俩呢？直接去电影院了吗？没有，他俩有事儿，去不了了。啊，明白了。其实他俩未必有事儿吧，只是不想当电灯泡，好仗义啊。是，不是，他俩真有事儿。哦，那我只能相信了。来，上车。好嘞。阿姨，治疗费和住院费我都已经交好了。那住院手续都办完了。大夫说得住院观察几天，等确定没事了才能出院。我会找几个朋友过来给您轮流照顾叔叔。你回去吧，这住院费我回头会还给你的。你不要再来管我们的事了。叔叔现在需要人照顾，您的身体也不好。你年轻轻的，是听不懂人话呀，还是我们说的不够清楚？你要不是诚心盼着我早死，就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，行不行？回来了。这情绪不太高啊，是不是强行示爱，让人家给闷回来了？快说说，快说说，情况进展怎么样？我现在很期待。期待个屁！屁进展都没有。电影是单独看了一场，统共说了20句话，10几句都是问蓝天瑜的情况，还有几句在说你。我觉得这武倩是看上蓝天瑜了，这他妈的郁闷，太丢人了。没那么严重吧？当然严重，把我的自尊心都给摧毁了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给我介绍一女朋友？她喜欢你，你是我的朋友啊，这不是心怀鬼胎吗？
哎，老黄，你说蓝天瑜也没什么魅力呀，优柔寡断，磨磨唧唧，我条件比他强多了吧？不好吧？不要这样攻击朋友吧。虽然蓝天瑜经常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白志勇，你也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白，显得你小心眼儿。黄九恒，你这话不白呀？哼，行行行，骂吧啊，随便骂，我不在乎。那谁让我这个副教授有魅力呢？行了，别贫了，赶紧想想下面怎么办吧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老黄，我想好了，不再遮掩，大胆示爱，挑明了说，该死该活鸟朝上，这就对了嘛。来吧。白志勇，谢谢你的坦诚。不客气，是你给了我坦诚的机会。那我也坦诚一下，其实每个人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对自己的爱人或者是恋人，都有一个想象当中的类型。白志勇确实不是我想象当中的类型，很遗憾。你喜欢别人，我应该祝福你。谢谢你的宽宏大量。其实除了类型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。说来听听。白志勇，你作为男人，太美丽端庄，太清新俊逸、气宇轩昂了。你长成这样，确实不能给女人安全感。真对不住啊，这事儿得怪我爹妈，没让我长成你喜欢的模样。您谅解吧。其实啊，外形是不是你喜欢的，其实不是很重要，是吧，蓝天宇？对，其实男女之间是讲一个缘分，对吧，白日勇？既然武倩教练没看上我，我们俩没法发展下去，那就说明我们没有缘分。白志勇，我还是要向你道歉。不过你的绅士风度，我确实很欣赏。你们3人当中，我确实看上了另外一个人。那个人是我想象当中的类型。怎么了？紧张什么呀？不至于吧？其实我们都有感觉，都有感觉，你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。这样啊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表明一下我自己的立场。我呢，还在婚姻中，没有资格谈恋爱。说心里话，而且我暂时还没有背着我老婆谈女朋友的胆量。哎，对，蓝老师有老婆有孩子，老实人一个。一个男人能慎重对待自己的婚姻和家庭，是一种很好的品质，也很绅士，我喜欢。过奖了，谈不上。其实，我看上的不是蓝天瑜，不是我，不是蓝天瑜，我看上的是黄九恒。别闹啊！别开玩笑，这不好笑啊！你们先震惊着，我给你们说一说我喜欢黄九恒的理由。其实还是在类型上，黄九恒是那种一看就特别有涵养、内心特别透亮的男人。
他特别沉稳，跟他在一起让我特别有安全感。他为了撮合我和白志勇，表现出来的那种善良和固执，让我确实挺感动。吴谦老师啊，我必须要说，我也有老婆，有孩子，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所以我喜欢你，就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。所以，只能再一次说遗憾，很遗憾。我希望我们4个人能成为很好的朋友。你们的真诚、实话实说、不遮遮掩掩、坦坦荡荡，是我特别欣赏和佩服的。崩溃，太崩溃了。不光崩溃，还喜剧，太喜剧了。这弯拐的也太狠了吧！王景华，你特别得意吧？我得意什么呀？我倒是不崩溃，惊吓，快吓死我了。还好啊，人家武倩给咱们台阶下了，还表扬咱们了。还表扬呢。武谦一说表扬我们坦荡、真诚、不遮遮掩掩，我就自己想抽自己2个大嘴巴子。按照一个提前写好的剧本谈恋爱，这跟真诚有什么关系？太丢人了！别郁闷，就算武倩是一棵郁郁葱葱、枝叶繁茂、水汪汪的树，那你也不能在她这一棵树上吊死。尤其是对你这个一生只谈过1次恋爱的人。对，你身边有广阔的、广袤的森林，在其他几棵树上多死几回，你就明白恋爱的真谛了。王大师，你没做什么手脚吧？我发誓，我发毒誓，我绝对没有背着你们单独撩拨武倩。我是无辜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只能相信了。以观后效。老人家为了省钱，只喝粥吃青菜，也不请护工。这样下去，怕是老太太的身体也会拖垮的。能不能让老人吃一些补养身体的东西？就说是医生要求的，餐费由我来出。还有，能不能以医院规定为由，说老太太不能长期陪护，医院只派1个护工，护工的费用，你只需要跟老人说每个时间段50块钱，剩下的部分由我来补。一个善意的谎言。行，我马上请示一下，问题应该不大。谢谢。我真是觉得这个武倩啊，太矫情了。什么叫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呀？我稳重感不够吗？安全感没有吗？对，反正我要是个女的，我就喜欢老白这样的，啊，又大方又潇洒，仗义与豪情并存啊！行了啊，你就别捧臭脚了。还有啊，我觉得这个武倩绝对不是真喜欢黄九恒。你们看啊，有没有可能是这样？这个武倩啊，就属于心眼儿特别多那种女的，她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摆脱男人的纠缠。长成她那样，人精似的，一看就属于男女交往经验非常丰富的。我甚至怀疑，她根本就没离婚，
还有老公。她就是想出来游戏一下人生，解解闷儿，逗逗乐什么的。哎，你们说，如果武倩真是这样，那可真是够阴险的。我看是你阴险，心里太阴暗。别俩人不成，把这事儿都怪在人家武倩头上，出了问题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，好吗？别一便秘就怪地球没有吸引力。老黄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爱听了。他不就说他喜欢你吗？显摆什么呀？哦，现在还向着他说话了，你这就有点见色忘义的意思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们俩就别斗嘴了，咱说回正事儿，说回老白的事儿，好不好？老白，我认为你不能打退堂鼓。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？从小就喜欢打架斗殴的男孩，将来能当将军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有志者事竟成。怎么了？今天频频叹气的。我是担心你。担心我什么？我又听见你和爸爸吵架了。对不起啊，妈妈争取以后不再和爸爸吵架了。需要我做做爸爸的工作吗？景雅，哎，小刘，哎，听说你跟姓白那孙子离婚了，祝贺呀！哪天咱聚一下，我给你介绍几个优秀男士。那我先走了，回谢哈。啊，想出来了，实现个人幸福的具体方案想出来了。先别瞎嚷嚷。谁的具体方案啊？你的、我的还是他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想出来的，还吊着胃口呢。还是老白的。我刚受了心灵创伤，需要疗伤。别看老白嘴上说受了伤害了，不想再找新的女朋友了，可是老黄，你发现没有，在咱们撮合他和武倩的过程当中，你看他那兴奋劲儿，那个期待劲儿，绝对是潜意识当中对异性的渴望和需要，渴望沙漠里甜美的清泉，需要仰着脖子大口的畅饮。得，我快成狼了。白志勇最近天天和我们两个有老婆的人待在一块儿，素的脸都绿了。这倒是实话，混得我都有点寡淡。承认就好，那就赶紧抓紧时间解决你的精神寡淡。对呀，反正老白已经离婚了，再找一个新的女朋友，不算是乱搞男女关系，可以光明正大、坦坦荡荡。你这兴冲冲地说替我想出方案来了，那我这新感情里的新人是不是有人选了？当然啊，新人当然有了。新人是谁？我期待。别看了，别胡思乱想了。我们不是一直在批判，没离婚就恋爱是一种不正经的行为吗？再说了，虽然我离婚了，但是人家还没离呢。一会儿当着江小美的面别胡说八道啊，她肯定会急的。小美不是马上就要离婚了吗？她不是坚决表态她一定要离婚吗？这就说明她离婚的日子指日可待，也符合我们那个能实现又不那么容易实现的标准。而且我们又没有马上让你和小美谈恋爱，只是先讨论一下，提前做个准备，考察考察，分析分析，
看合不合适。如果合适，小美一离婚，你就咔，3下5除2，马上把她搞定，迎接灿烂美好的明天。还咔，咱们刚刚知道了她的身世，混过社会、改过自新的女政委，咱们仨加一块都不一定搞得定她。我觉得靠谱，靠大谱。这江小美平时跟我们说话可都是客客气气的，她就是老骂你，就是跟你说话不客气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傻子都能明白。我跟你说，这点很重要。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急了用脚踹嘛。二爷，咱别硬凑行吗？这不是硬凑，你和小美这又踢又踹的劲儿，就和我老婆当年对我特别像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没问题，别犹豫了。你们俩都快把我喷懵了。我琢磨琢磨啊。呀，还端上了，还端上架子了。别那么矫情行吗？你不会跟我们俩说你没看上江小美吧？不是看上、看不上的问题，不大合适吧？不大好意思吧？西方人说，不要在自己吃饭的位子上拉屎。中国老话说，兔子不吃窝边草。问题是，您这个屁人，天生就是一只懒兔子。什么兔子？一脸坏笑。老白突然说他想吃兔子肉了，问咱们这儿有吗？面色尴尬，一看就是说了不想让我听见的话，是吗？不是，不是？哦，是也不是。白志勇和江小美，我觉得挺好。两个人都结过婚，也都受过婚姻的伤害。如果他们俩在一起，彼此珍惜，挺温暖的。不行，不行！再说一遍，还是不行！我坚决反对。我想好了，下狠手把我的欲望掐死。我再不谈恋爱了。为什么呀？说出个理由。中年人在恋爱4草法则，听说过吗？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老牛实行吃嫩草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你等一下，窝边草、吃嫩草、无芳草，我都明白。回头草，放在你和小美身上怎么理解呢？你看啊，我刚离婚，正在过着单身的无拘无束的生活。你们让我找个女朋友，还是江小美那样的前失足女青年，现在正在那儿一丝不苟的认真生活。这将来要谈成了，她还不得管死我呀？啊，这不就等于是吃回头草吗？这不就等于是让我受2茬罪，吃2遍苦吗？不行，我坚决不干。自由，自由属于人民，自由万岁！我大概替你算了算，咱俩离婚后分给你的那点钱，应该被你挥霍的差不多了吧？再找份工作吧。被周老板伤过的心还没平复呢，不了。可你不能老这么晃悠下去啊！我同学公司有个职务特别适合你，我觉得你考虑一下。你同学？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女的？谁呀？谁呀？我见过吗？漂亮吗？性格好吗？身材怎么样？你瞎心问什么呀？
人家漂不漂亮也看不上你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白志勇，你能不能正经点儿？人家有老公有孩子，是这家公司的老板。那我更不能去了。我现在根本就不想找工作，自己做自己时间上的主人，悠哉悠哉，乐乐呵呵美着呢。行，那你美着吧，美死你。但是在你死之前，你总得找份工作吧，要不然你的火化费、骨灰盒的费用谁给你出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就突然的想约我出来帮我找工作啊？不会是新找了个男朋友，自己欢天喜地的去迎接新感情，觉得心里愧疚，想发个善心，帮助我这待业青年。待业中年？谁中年？你，还青年呢？灰暗的眼睛，驼肿的脸，清晰的褶子。别转移话题。感情上有什么新动向？管得着吗你？6年了，你担心的事儿，终于还是发生了。2个失独老人，身体都不好，现代社会他们又很难融入进去，没有人帮是不行的。这次老头儿算是抢救过来了，可是，秀姐妈妈。喂，阿姨，没什么事儿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过去，一会儿见。老头没什么事儿，老太太让我去趟医院，说有事儿找我。这样，我开车送你，省得你分神。好。会是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你来的正好，帮我看一下餐吧，我们2个出去一趟。哎，不怕我偷喝酒啊？阿姨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妹妹是市立3院的老护士长了。这2天餐费，还有医院给我们派的护工，费用都不是目前的价格。是高了还是低了呢？低了，低了很多。低了是好事儿啊。是不是你从中做了手脚？我是老了。还不至于老糊涂。是我，我是怕你们舍不得花钱，对叔叔的身体恢复不利。我先要谢谢你，但是你想啊，这件事要是让他知道了，那他要着急上火，不是对他的恢复不利吗？阿姨，为了叔叔的身体恢复，先不告诉他好吗？眼前这事儿是应付过去了，可以后怎么办？你想过吗？他们不愿意接近儿子生前的朋友，我十分理解。你们以前一起混迹江湖，儿子死了，老两口怎么可能和一个跟儿子混在一起的不良女青年其乐融融呢？至少我还活着，所以不管他们怎么为难我，我再难受再委屈，我也要坚持，不能放弃。王九恒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真的想要一个自己的亲生孩子？是。当然，我做梦都想。可这想法，也可能就是个梦了。你想要一个自己的亲生骨肉，肯定不是用这个手段来报复你老婆吧？
肯定不是。林想是个那么好的人，而且这个错误，也不是他愿意犯的，故意犯的。欺负人家林想的事儿，咱们肯定不能干。趁我现在这个年纪，还能有体力、有精力再去养一个孩子。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，有父亲在他身边为他遮风挡雨，这很重要。孩子病了，你能背他去医院；孩子在学校受委屈了，你能拎着2把菜刀去为他出气。我现在这个年纪，还能干得动这些事儿，可是我再不要，估计2把菜刀我就拎不动了。我不想成为一个背不动、走不动、满头白发的老父亲，让人在背后指着说：“啊，这是孩子他爷爷。”这些年都遮遮掩掩的，老头这一病啊，正好是个机会，不然把这事儿挑明吧，省得大家都偷偷摸摸的。我也想过，等修杰父亲的病好一些了，把这事儿挑明，做通老头的工作。不过很难呐，老头肯定觉得你江小美跟他儿子那群狐朋狗友一样，都是些不务正业、不孝顺父母的社会混子。也真是难为小美了。为了照顾我们，想尽了各种办法，还得忍着我们对她的刻薄。我们是不是对她太不近人情了？我知道他为咱们做的一切，可是我们失去儿子的痛苦，不是靠一个毫不相干的姑娘来照顾就能化解的。唉，我也不想用这副嘴脸对待她。我知道这样不好，可是我一看见她，就想起秀杰。而且还不停地想，要是我们的儿子还活着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？我知道，你接受不了小美整天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的。可你想，她真是个善良的姑娘，你也得为她想想吧。我们痛苦，她难道就不痛苦吗？你的具体目标呢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想要一个自己的亲骨肉，不过这听起来挺让人心酸的。老黄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你爱人今年多大岁数啊？36周岁。年龄应该不是问题。现在35周岁以上的大龄产妇多的是啊。我看呐，这个黄九恒是真的想跟他老婆再生一个。可你说，如果他提出来，他老婆能同意吗？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。就算他老婆同意了，生了2胎，那街道办事处、单位、双方的老人、亲戚朋友不都知道了？不得问理由啊？你没觉得老黄比咱俩都要脸面吗？又那么轴，撒一个谎骗这么多人，对他又是一层新的痛苦，还不得把他压垮了呀？这事要搁咱俩身上，兴许能成。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你的意思，咱俩比他不要脸呗？咱俩比他阴险狡诈、脸皮厚。要我说，咱俩要细分呢，你属于阴险狡诈派，
哥们儿属于敢作敢为派。因为我发现啊，出坏主意、蔫儿主意的都是你，每次拎着枪往前冲的都是我。一出事你小子就闪，屎盆子、尿盆子都往我身上扣。听见没有啊？啊，听见没有啊？听着呢，听着呢。以后别老当着江小美的面说那些不着四六的话，说那些暗示的片儿汤话，好像我真喜欢人家似的。江小美还没离婚呢，别老拿我和她开那些低俗的玩笑，骚扰人家。好了，好了。猪，绝对是一头猪。讨论这么严肃的问题，都能睡着，还老说我没心没肺。小玉，把后面的酒码一下。菜单更新好了吗？安文，这酒销量不好，可以不用进了。喂，阿姨。哦，明白了。我能去看看你们吗？好，谢谢。怎么了？秀杰妈妈说，老头的病好的差不多了，过几天就可以出院。那你这过去是要摊牌啊？应该是他们跟我摊牌吧。是不是最后一次来跑步了？别那么快结束，好吗？谢谢，谢谢你在我苦闷时对我的陪伴。原谅我，原谅我对你情感的骚扰。埋起来吧，别说了，再说就是车轱辘话了。从你第一次给我们送钱，我们就知道你是谁。你和秀杰是什么关系，我们都一清二楚。姑娘，委屈你了。我们都调查了，钱是你送的。6年了，你替儿子照顾我们早都知道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天天跟秀杰混在一起，他都没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又非要时不时的出现，这对我们不是一个新的折磨吗？我也不想一直以秀杰前女友的身份出现，我想成为你们的朋友。朋友，你一出现，我们就会想起你那个死了的朋友。这是做朋友该做的事情吗？如果我不出现，你们就能忘掉吗？我有3个好朋友，他们都遭受着家庭上的无解之痛。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感受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苦难是不能靠回避去忘掉的。只有勇敢的面对，换个活法，才能真正的忘掉，才能不再郁闷。他们用过一个词：颠覆。
我今天之所以站在这儿跟你们有这次谈话，也是因为这个词。颠覆。我们都这个岁数了，换个活法。除非我儿子能活过来。叔叔，阿姨，你们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如果你们一直都忘不掉死去的儿子，一直沉浸在修结的阴影中，就不可能有新的生活。其实，我也通过了很长的时间，才摆脱修结的死带给我的伤痛。你们想过吗？修杰也希望你们好好的活着，他不希望看到你们这么痛苦。他虽然混，但他是个孝顺的儿子。叔叔，不要拒绝我。